這麼鹹的餃子，你想齁死我呀？又是这樣，明明不是我的錯，卻來指責我。媽，這是窗口現成的餃子，人家大鍋煮出來的，鹽不是我放的，餃子也不是我包的，我只是付錢端過來了。再說了，你都吃了大半盤了，現在才嫌鹹。哎呦喂，大家快来看看啊！儿媳婦顶嘴了，她就是嫌棄我这个农村来的老婆啊，她看不起我們周家啊！之夏，你閉嘴！大過年的，你非要讓我媽難堪是不是？你鬧什麼鬧？趕緊給我媽道歉！我錯在哪兒了？她嫌鹹，可以去退換，憑什麼要我道歉？程澤啊，你看看他這個態度，他現在都敢騎到我頭上了，以後我還怎麼在這個家活呀？果然是媽寶男，就知道向着他。行，你長本事了。上車，回去路上我們再慢慢算賬。我真是命苦啊！老了，住在兒子家裡，還要看兒媳婦的臉色。我就是個吃白飯的，人家嫌棄我挑剔，嫌棄我丟人。媽，我什麼時候嫌棄過你？你住院半個月，是我天天熬夜陪床。你吃的穿的哪樣不是我買的？你買的怎麼了？你嫁進我們周家，你的錢就是我們周家的。女人結了婚，你的錢交給婆婆管。你進了我們周家的門，有什麼資格跟我頂嘴？我不跟這種女人坐一輛車。周家的錢，周承澤開裝修公司，30萬的啟動資金是我墊的。這輛車的車貸每個月5000，是我在還。你們現在住的房子，裝修費全是我出的，你們周家出過1分錢嗎？許之夏，你閉嘴！大過年的，你非要讓我媽難堪是不是？出點錢怎麼了？你是我老婆，這不是你應該做的嗎？我不坐這車了，承澤，你讓他下去。有他沒我，有我沒他，我不跟這種女人坐一輛車。許之夏，我最後說一次，給我媽道歉。我說了，我沒錯。好，骨頭硬是吧？那你下車。什麼？怎麼可能？周承澤，你敢把我丟在這裡？給我下來！周承澤，你瘋了！這是高速國道，你想讓我出事嗎？骨頭這麼硬，那就下去冷靜冷靜。你們這是惡劣遺棄，我要報案。你報啊！我看你怎麼報！馬上！許之夏，我早就受夠你這副清高的樣子了。天天拿錢壓我，你以為你了不起嗎？之夏呀，媽給你個機會，你現在當着我的面好好低頭認錯，大聲說一句婆婆我錯了，我就讓承澤接你上車。做夢！這一次我才知道，有些人是不能講道理的。有人嗎？救救我！110嗎？我丈夫在高速上強行把我拉下車，把我拋棄了。
同志，同志，你醒醒！车牌号辽 A8832，是我丈夫在高速上强行把我拉下车拋棄了。同志，我的手机在那雪溝里，能幫我撿回來嗎？這個手機可是能把你們全部送進去的。有點進水了，但能用，你放心，我們會交到技術科去處理。小腿有明顯外傷和凍傷，馬上送急診。同志，服務區餐廳有監控，他的車上也有行車記錄儀，不要讓他閃了。你安心治傷，這屬於嚴重的惡劣遺棄和傷害行為，這事兒不會就這麼算了。呼叫03巡邏車，前方3公里處發生追尾事故，涉事車輛不住，涉事車輛為黑色轎車，車牌尾號8832，請立刻前往現場支援。沒有下次了，我絕對不會原諒他們了。醫生，醫生，快救命啊！我被我那個兒媳婦氣得胸口痛啊！再晚發現單半個小時，這腿就極其麻煩了。再晚發現單半個小時，這腿就極其麻煩了。他搶我的手機，扔進雪溝，他強行把我拉下車，推搡中弄傷了我的腿。他母親甚至要他在惡劣天氣下把我拋棄。許之夏，你還有臉報案？要不是你在車上鬧，我會分心追尾嗎？同志，你們可別聽他瞎說，是他自己發脾氣，非要鬧着下車。這女人心思太壞了啊！你說他是自己下車的？對，他自己跳下去的。那為什麼他的手機會被扔在護欄外面的雪溝裡？那是他自己沒拿穩，摔出去的。手機外殼上應該有你的指紋，你拉我下車的時候，指甲裡應該也有我的衣服纖維。許之夏，夫妻吵架而已，你非要鬧大是不是？你可想清楚了？幹什麼？請保持距離。周承澤，我要離婚。離婚？許之夏，你嚇唬誰呢？你離開了我，離開我們周家，你什麼都不是。好啊，你個沒良心的！大過年的鬧離婚，你是不是早就算計好了？你老實交代，是不是外面早就有人了？周承澤，既然要離婚，那我們就把賬算清楚。3年前我們結婚，你沒錢辦修飾，是我家出的錢。你開的那輛車，首付是你付的，但每個月5000塊的車貸是我在還。你們現在住的房子，30萬的裝修款是我全額墊付的。上個月你媽生病住院，5萬塊的押金是我交的。還有你公司周轉不開，從我手裡拿走20萬借款，連你媽每個月的賬單都是我在還。你嫁進門就是我們周家的人，嫁進門進了我們周家的錢，那就是我們周家的。你为婆家花點錢怎麼了？那是你應該的。既然是這樣，那我現在正式退出你們周家，把我的錢一分不少的全給我還回來。許之夏，你別把事情做絕了。許小姐，許總讓我連夜趕過來處理您的事。你叫律師來幹什麼？你非要把我們一家人逼上絕路是不是？馬女士，就在半個小時前，許小姐名下的婚前住宅被人強行敲門了，房間中的首飾全部被周承澤抵消債務了。誰敲的？憑什麼？我媽留給我的東西，她全賣了。之夏，你聽我解釋，
我是臨時周轉不開，等工程尾款到賬，我馬上就去贖回來。不就是幾件舊首飾嗎？等程澤賺了大錢，買新的給你不就行了？你懂不懂什麼叫遺物？那是我妻子留給女兒唯一的念想。那是我媽留給我的，不是你用來填補公司虧空的公款。陆律師，馬秀娥刚刚交代了，她說半個月前是周承澤親自帶她進了許小姐的婚前房，只認了首飾盒的位置，讓她拿走的。胡說！他在胡說八道！馬秀娥的供詞已經注入辦案系統。周先生，哄騙親屬入室竊取他人財物，加上之前非法穿入住宅，數罪並罰，後果你想清楚了沒？攝像頭，我家客廳裝過一個隱蔽的攝像頭。什麼時候装的？當初是馬秀梅非要裝的，說怕我不在家時有外人進去。媽，他那套房子必須這個月處理掉，債主那邊已經拖不住了，再不搞到錢，他們就要去我公司鬧。怕什么？等會兒路上你冷落他一下，把他晾在路邊冷靜一會兒，他一急還不乖乖聽你的話。這是我們的家事，你給我關掉！如果他硬撐着，怎麼都不肯賣房怎麼辦？如果他不肯，那就拿他爸的建材公司開找，只要給他爸公司找點麻煩，他不想掏錢也得掏。周總，出大事了！合作方剛打來電話，說知道了你今天在高速上的事兒和車禍，認為公司責任人品行嚴重有問題，明天的合作直接取消了。徐之夏，你滿意了吧？現在這筆大生意徹底黃了。陸律師，麻煩你現在通知辦案人員，我將正式追究周承澤侵犯財產權、惡意傷害的全部法律責任。還錢！今天你要是不把200萬給我一個還錢計劃，這事兒沒完。對，拿我們的錢去填你的窟窿，現在說黃就黃。之夏，我求求你，先不要走訴訟好不好？只要我再找到項目，我一定想辦法把錢還上。周承澤，你不是真的覺得自己錯了，你只是怕承擔後果。周承澤，你明明承諾你會跟他離婚，現在到底是怎麼回事？你是什麼人？跑到這裡來找我兒子的麻煩？我找他麻煩。周承澤天天對我甜言蜜語，讓我懷孕3個月了，一直騙我說會負責。什麼？真的懷了？離婚？你不是說你們雙方早就在協議分居了嗎？你現在來這裡添什麼亂？你不解釋是吧？你的微信轉賬和承諾聊天我都保留了備份。10月12日，周承澤承諾，等我把他名下的財產變現，我們就名正言順在一起。11月5日，這筆錢你先拿着，別讓其他人看見。12月20日，周承澤私人轉賬50萬，這些資金先走你的賬戶保管。你連自己妻子母親留下的舊首飾都能拿去賣，大冷天把人拋棄在半道上，我怎麼可能還相信你的謊言？姑娘啊，有什麼話我們好好商量，別再給承澤惹麻煩了。你們一家人從頭到尾都在算計，只把身邊的人当作利用的資源。雖然你是被騙的，但你介入他人婚姻所涉及的債務和連帶問題，法律會給出公平的界定。許小姐，
典當行那條線又查到了新情況，除了手鐲和耳飾，周承澤還拿去了一塊舊機械手表的活檔单据。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，把我妈妈的首饰全卖了。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表，她生前最爱戴的一块。这道痕是我小时候不懂事儿，用钥匙划伤的。我妈没怪我，说这样手表有了独一无二的记号。不就是一塊放着不用的舊表嗎？我拿出去臨時用用，你用得着這麼記仇嗎？你對自己妻子的情感毫無尊重可言，那是知夏母親給她的物品。我為了一點可憐的愛情，連媽媽的遺物都守護不好。周承澤，你背着我處理這些有紀念意義的私人義務，必須承擔後果。那塊機械表屬於實物保存狀態，沒有最終被出售。只要我們及時提交所屬權證明，可以依法找回。馬女士，你的親屬孫磊剛在二手回收點被辦案同志帶回協助調查，他企圖把那塊機械手表低價出手。孫磊聲稱東西是他合理獲取的，還提供了一張由許小姐簽名確認的贈與文件。這個名字是真字，但這段話絕不可能是我的意思。有真實筆記不代表協議有效。如果鑑定證實這是在空白簽名紙上追加打印的文本，那麼這種行為嚴重違法。這不過是借東西用用，你們別想把罪名推到我們身上。那只表一直鎖在首飾箱最深層的底格，用藍色絲綢軟布裹得嚴嚴實實，不知道位置的人根本找不到。你們怎麼剛好翻到的？你幹什麼？那個單子明明就是順手借過來用的，我也沒想佔多長時間。同志，請記錄。當事人對自己未經允許善用簽名製作不實文章的自述，屬於重要舉證細節。不，我是說你那會兒簽了那麼多字兒，我只是搞混了用途。搞混了用途？那咱們走法律程序，好好梳理，一筆筆對照你這些紙張都出現在哪裡了。咱們這是一家人沒溝通好啊！承澤平時為了事業壓力太大了，才走錯一步啊！站好，別動！抓我做什麼？讓我走！解釋一下，這張卡片是什麼？周承直的助手吳啟明在快件處被攔截，被他偷走的 U 盤也已繳回，一個都沒寄出去。有東西流出去嗎？沒有，全部攔截在寄送台。吳啟明交代了，周承澤要他把你的監控存入文件銷毀，再把偽造的舉報材料寄往各處，企圖脅迫你撤案。他到最後一刻還在算計，但他不知道證據鏈已經完了。兒子，怎麼回事？你別怕，你再跟人家好好解釋，說不定寬大處理。都怨你，天天貪小利，老讓我下狠心去管他用他，我今天全是受了這虧。這是你欠的爛攤子，我不都是想着減輕咱們的壓力嗎？曾經一唱一和壓制我的兩個人，大難臨頭了，第一反應是互相出賣。陸律師，馬秀娥完整交代了，不僅是這次取表入室，前段時間他就聽從馬秀芬的指示，拿走了許小姐家裡的瓷器餐具和多箱酒酒。許之夏同志，您母親留下的幾件遺物已經依法收繳取回了。媽媽，我把你找回來了。弄回幾樣舊貨，
至于整成今天這樣嗎？對人沒有任何基本的尊重與良心可言。請辦理法定程序吧。知夏，千萬手下留情啊，別讓承澤留案底。你看在這好幾年的份兒啊，看在共同經歷的份上，當你們在暴雪夜裡把我推下車的時候，你們誰記起過這份共同的義務和良心？現在開庭，原放訴求解除婚姻關係，被告有何意見？我不同意離婚，我們只是偶爾有摩擦，我根本是想要一個完整的家庭的。有原告因嚴重傷害並伴隨凍傷的醫療檢傷記錄，有高速道路管理方調取的路面儀器推理影像，有撬動個人住宅的完整物管監控及人員供述，還有多件遺物的變現死當憑證，一樁樁都是嚴重侵害人身及財產的主觀事實。即便判了離婚，他也要跟我一起承擔那些公司借貸。我們所有的投資都是為了提高生活品質。對方從債權人處借取的款項，沒有任何一筆用於雙方日常生活開支。有的資金轉給其母親購買個人金飾，有的進入第三者江若寧名下代管，還有的用於填補個人前期借貸虧空，與原告毫無關聯。反而是原告一方用個人資金為被告公司墊付了數十萬。被告還有什麼要補充的？這是錄音，他當時親口說願意承擔所有債務。為了自己的小家，能盡力的我肯定出力把這個關過好。把財產做一次質押有什麼好不答應的？屬於我的私人財產絕不同意拿去給不明去處的人周轉。你的正常開店問題，咱們用每年合理的勞動鯨魚有步驟計劃還，絕不會答應做任何不合規的風險連帶擔保。對於提供經過剪輯造假，企圖影響審判事實判斷的行為，法庭提出嚴重警告，情節嚴重者將依法追責。依法判定，正式解除原告與被告的婚姻關係。原告婚前全款購置的個人房產歸原告所有，係被告個人及個人企業的單項支出債項，不屬於夫妻共同債務。此外，被告對原告造成的各項損失及車輛損毀，需依法全額賠償。那些我為了發展借的錢呢？他得跟我一起還。經查，相關借貸資金走向未進入雙方共同生活消費領域，係被告個人及個人企業單項支出債項，不屬於夫妻共同債。此外，被告對原告造成的各項損失及車輛損毀，需依法全額賠償。這回看他拿什麼來還我的錢。他那些資產全被凍結了，一分錢都抽不出來。許知夏，你個狠心的！你活該！咱們這麼多年，你就一點情面都不留嗎？當你在那條路上把我推進暴雪裡的那一瞬間，我對這段關係所有的念想死得一乾二淨。周承澤的公司依法解體，可處置資產和存款用於清償債務，但缺口巨大，遠遠不夠還清。加上涉入多宗偽造文書、侵權、傷害等並案，他被判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他母親呢？馬秀臣因强闖他人住宅和盗竊罪判處3年，馬秀娥同罪，判2年半。听说姐妹倆在裡面天天互相骂架，都說是对方把自己坑了。助手吴启明因泄密盗拿行為判2年。至於江若寧，因積極配合調查，歸還所有涉外資金，免於重罰。他已經離開這座城市了。那我母親的遺物修復情況呢？手鐲和耳飾已經清洗氧化完成。那塊機械表做了全副清洗上油和打磨，走時精準。許小姐，您隨時可以取回来。手表內部的破壞最為嚴重，但是整個機芯做了徹底清洗調調，日後還能用很多年。你隨時可以取走。能拿回你媽媽的東西是好事兒。今後我絕不讓任何人再虧待你。爸，我決定搬回我自己那套房子住，把所有東西重新裝修，開始新的生活。要怎麼裝隨你喜好，爸給你兜底，但人生的路得靠你自己走出精彩來。好，這才配得上我女兒大氣亮堂。爸，今晚就在我這兒過除夕。不用，你阿姨還在家等着呢。今天就來看看你的新窩。這1年你辛苦了，從離婚到裝修，從訴訟到取證，全是自己扛。不辛苦，比起在那個人身邊的每一天，這半年反而是我最輕鬆的。記住爸這句話，往後的日子，想過什麼口味就去煮，不順口就全倒了。沒有任何人能逼你做不快樂的事兒。阿姨做的東西總是看着就讓人有胃口。去年除夕，我的年夜飯是在醫院的擔架床上吃的，前年除夕在馬秀芝的吵鬧聲中吃完的，今年是我自己一個人的除夕。一個人的除夕聽起來好像有點冷清，但比那些年的每一頓年夜飯都要踏實。好閒，如果是1年前，馬秀琴大概已經掀了桌子，周承澤大概已經逼着我低頭認錯，就為了一個鹹餃子。鹹了就不吃，就這麼簡單。沒有任何人值得我為了一個鹹餃子去爭執，去低頭，去委屈自己。那時候我怎麼會覺得那樣的人生是我唯一的路？爸爸，新春快樂！去年這個時候，我趴在高速路邊的雪地裡，對着空無一人的國道喊救命。今年，我坐在屬於自己的房子裡，看滿城煙火。你連自己妻子母親的遺物都拿去賣，大冷天把人拋棄在半道上，我怎麼可能還相信你？媽，
你的東西我全都拿回来了，手鐲、耳饰，还有这塊表。以后我再也不会弄丢。我也拿回了我的房子，我的名字，我自己的人生。往后不管什么路，是好是坏，都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我爱怎么走就怎么走。咱们这么多年一点情面也不留。当你在那条路上把我推进暴雪里，我对这段关系的念想死得一干二淨。新年快樂，給我自己。從今天起，這個相冊只放我自己覺得好看的，不喜歡就刪。就像以後的人生，不喜歡的就扔掉。徐總，這是下半年的新材料供應鏈報價單，您過目。徐總，這批貨的報價我們可是給到了最低。說實話，這2年跟許氏合作，是我們老哥倆做過最明智的決定。徐總做事敞亮守信，跟當年那個，跟某些人真是有天壤之別。是啊，誰能想到當初那個滿嘴跑火車的周承澤，現在還在裡面踩樓簙箕呢。聽說他那個開裝修公司時的得力助手吳啟明前陣子剛放出來，到處找工作沒人敢要，檔案裡帶着案底，這輩子算是毀了。至於周承澤，7年呢，等他出來，這世界早變天了。馮總、錢總，過去的爛賬已經有法律清算了。我們現在坐在這裡，只談未來的合作。預祝我們下半年共贏。共贏，一定共贏。2年前那個暴雪夜，已經像是上輩子的事了。那個在服務區被逼着吃鹹餃子，在風雪中絕望呼救的許之夏，早就在除夕夜的煙火裡徹底重生了。現在連周承澤長什麼樣，我都快記不清了。徐總，這是上個月援助基金的財報和結案總則。陸律師，辛苦你們團隊了。下個季度的預算，我讓財務部再追加20%。這是我們應該做的。不過，今天除了公事，還有一件私事。這是某座監獄今天早上寄到我律所的，收件人寫的是你。周承澤寄來的。準確地說，是一份減刑諒解書的請求信。他在裡面表現似乎不錯，想要爭取減刑。按照程序，如果能取得受害人，也就是你的親筆諒解書，對他的減刑評估會有很大幫助。信沒拆封，但我能猜到裡面寫了多少痛哭流涕、悔前無期的廢話。他還不明白嗎？有些傷害，不是一句對不起就能抹平的。他在信裡寫的悔過，不是因為他真的意識到自己做錯了，而僅僅是因為他不想繼續被關在裡面的受苦。就像當初他偷賣我媽的遺物，在高速上把我推小推下車一樣。他從頭到尾在乎的，只有他自己。所以，徐總的意思是，我的態度
2年前的法庭上就已經表達得很清楚了。法律判了他多少年，他就得在裡面待滿多少年，少1天少1個小時都不算还清。陆律師，以後再有这種東西，不用拿給我看，直接拒收或者銷毀。明白，徐總，沒有其他事的話，我先回律所了。2年前，就是在這裡，馬秀梅摔了筷子，然後在那段夜路上，我被推進了暴雪裡。姑娘，吃點什麼？剛出鍋的餃子熱乎着呢。阿姨，給我來1盤白菜豬肉餡的餃子，不用多放料，清淡點就好。一點都不鹹。原來記憶裡那些像復古之意的風雪調菜這般苦膩，早就在心裡畫出來了。不是原諒了誰，而是我自己走出來了。過去的東西都已經被時間埋了，埋下去的東西又長出新的來了。爸，今晚我不去外面吃了，我回家想吃李阿姨包的肉鬆水餃。好，我這就讓你李阿姨去準備，早點回來，路上開車注意安全。知道啦。我早就不需要依附任何人了，不需要委屈自己去成全誰，只要挺直了脊背走過最冷的冬天，往後的日子星河長明。